务必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是何苦呢？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，非要颠倒黑白，自寻死路。哼，这收获不就来了吗？藏海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同谋，他果然有问题，全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好嘞。您的馄饨慢用，谢谢。老板，哎，来碗馄饨。稍等啊，别回头，听我说。你被厂卫盯上了。我知道。馄饨来喽！哎，好。曹敬贤派他的一子陆进去清泉镇查你，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。2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，出发回京城，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。曹敬贤怀疑我了。与此人的角力，2日之内必定得动手。我们应该找人沿途伏击他。不行，他要死了，曹敬贤更加怀疑我。盯紧他，让他顺利回京。小海，此人太过棘手，他要是真回到京城，事情就难做了。你要尽快想到对策，绝不能让他见到曹敬贤。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想办法。抓紧时间啊！常委交给我了。老板，哎，吃好了。再来啊！
子没有伤到你们吗？我给你们赔不是了，我让你滚开！你看我这个，今儿不错啊！哎，老三，赶紧走了，时间不早了。好，你们先去吧。好，我马上回。快点啊！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！藏大人今日怎么来我诊楼了？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。京城要举办1年1度的步打球赛，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，是朝廷为男子强其筋骨、利其志气专门设立的。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嘉赏。怎么，你也想参加？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，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？不是我，是庄家二公子庄之行。他？为什么？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。然后呢？然后让他成为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。我没有听错吧，藏大人？你是脑子傻了，还是眼睛瞎了？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。向老板，您请坐。哎，一个人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，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？向老板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您就帮我这个忙，别再问了吧。说吧，我要怎么帮你？我要八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，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。行，诊楼开门做生意，哪有不接的道理？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，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，得是儒雅风流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。诊楼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，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，吃饭喝水也要钱，这一人一天至少3两银子。京城这么大，就算是20人，一天也得60两。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，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的，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。哎，这玉佩的成色也太一般了吧，勉强抵个20两。这还都是小钱，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，这演一次影戏就得80两，还要为庄之行刻制新的皮影，这里里外外加起来150两。这150两，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，120两。你这衣服不错啊，平津侯欣赏的，服光景，好料子，多给你抵扣一些。香老板真爱说笑，这衣服都给了你，我光着回去。那我可管不了。不过这还没完呢，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，这些钱都要翻倍。藏大人，等比试结束，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，你还不完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。这钱滚钱，利滚利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停！香老板，您说的这些钱我是肯定出不起的，不过我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。
给你个机会。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，但他好歹是侯府二公子，公侯家世，豪门秘辛。若是以此为噱头，再让八公子亲你戏本演出，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。香老板做出票钱，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50两，那7日就是350两。我听说枕楼每年都会为球赛开盘设赌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，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，那就等于你们枕楼押对了宝，一定会为你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样至少可以抵掉400，不，500两。你这账还没说完呢。等比试结束以后，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，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、听过的曲儿，甚至是点过的药浴，都会跟着热络起来。这么算下来的话，香老板，你不仅不会亏，还会大赚一笔啊！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。跟香老板比不了，香老板只记出不记入，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奴啊！这在商言商，既然是赚钱的生意，我接了。不过你说的准吗？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，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？香老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，严加训练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脱胎换骨。冯六，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？小姐，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2个人来，正在楼下喝着呢。啊？这……哎呀！来，师傅。这就是侯爷的风采，脱胎换骨啊！各自。庄之行，走，过来！别，哎，还跑！哎，快走！干什么呀？给我拉我上去啊！不好好练武，还敢带他们去喝酒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哎呀，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？哎呀，先别说了，臭死恶心死，快拉我上去！黄蜂，谁来？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就见死不救吗？庄之行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，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在乎，就回侯府，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。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，只是为母报仇一事，你永远都不要再提。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。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。这我怎么爬呀？爬就爬。
我都答应你们回去好好练武了，把我拉上去怎么了？上不来，那就从那个洞钻出去吧。他还真爬上来了。记住你说过的话。继续。继续。你看准了。行了，先别打了，来，把药喝了。什么呀？这是补药，强身健体的好药。眼里的光，多想将你收藏，命运却捉弄，多荒唐。小无畏，叹无常，人心生死海，此生多风浪。北风狂，射苍茫，谁奋不顾身，换遍体鳞伤。情难放，爱难藏，窗外雨霖铃，又一年秋凉。了却人间事，我转身苍茫。这庄之行可真行啊！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，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。燃香！比试开始。红队得逞。超二，你是东倒西歪的，是今日喝了酒吗？
他是个废物，但没想到这么废物。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，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？走，走喽！香还没有燃尽，你们是已经打算放弃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最顽固，现在看来，比我差的多了去了。至少我还没有放弃，我自己上。接球！青队得宠。想赢了就跟上，跟他们拼了！你怎么传的球啊？你会不会？你唬谁呢？你会打吗？都给我认真点儿，说谁也不能输庄志强。这招是我教他的，那是我用扭药打的好底子。时辰到，青队上！
这鲤鱼肉刺多，不容易吃啊。是啊，吃起来麻烦了些，不过其味道鲜美啊。海公若是想吃，我方可替海公剔刺，如何？哼哼，条件呢？我若扳倒了他，我要他手上的关盐转销之权。关盐不是你能染指的。说说你真正的条件吧。大理寺少卿的后面，我想加上同平张氏4字。这鱼肉不能着急吃，刺要是没剔干净就往下咽，容易被卡住。我若是为美党剔除李宗旭这根大刺，这肉我是不是就能吃了？若是不成，也定不会牵连美党。你这不是为了美党，是为了那些吃不上盐的百姓。我给你个忠告，李宗旭的身份非同寻常，你应该去找一把现成可用的刀。谁？探子回报，叶平安已入了琅琊郡王府，他便是一把可用的刀。但是这把刀用毕后，还得处理干净。少城知道。来吧，尝尝我府中厨子的手艺。这鲤鱼啊，就是香。你来压压看，他下局是输还是赢？输。他运势当头，连赢这么多把，为什么让他输？这回呀，我压把小的。因为光头是你们的人，该让他输了。上！行啊，你挺厉害呀，现在都能到琅琊郡王府上看病了，缺银子？谁会嫌银子多啊？光是看着白花花的银子，我心情就好。说实话吧，他是不是你们的下一个目标？你不是很会猜吗？自己猜呗。哼，我就直说了吧，他我也盯上了。不如我们再合作一次。我已进入敌人老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相信我不说，你也知道，但凡你要接近他李宗旭，暗处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再说了，你在野，我在朝，对付李宗旭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就是个商人吗？能有多厉害？我不信。我告诉你，他李宗旭出身于……你套话。我从来不会轻敌，要不是发现此人奸诈不好对付，也不会收到消息就跑到你这赌坊来。不过，与其说是合作，不如坦诚点，是互相利用。是不是发现有被人利用的价值是件好事？能被我利用，是不是觉得很庆幸？你方才赌赢了，走吧，去取你的赌资。这袋关盐便是你赢的赌资。成色比延庆坊的好，值着不少银子呢。那袋呢？这袋是独盐。南市有个脚夫因买不起官盐，
索性就去黑市购入了这种毒烟来使用，吃了一段日子就中毒死了。若不是官烟太贵，他又怎会被逼得去买毒烟呢？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个阿婆在茅房里刮消屑，吃那种东西，人很容易生病。有人说，李宗旭是兼济天下的大善人，也有人说，他是为富不仁的盐商。你怎么看？或许，对于被他施粮救过的人来说，他是个善人；可对于我来说，他是个该死之人。我知道了，他与御史案有关。既然目标一致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知道这圣都盐价为何逐年攀升吗？我查过，李宗旭囤盐不是1、2日了，官盐转售，由户部监管。我想度量跟李宗旭一定有所勾结。不仅如此，去年扬州突然决堤，洪水淹没了大片盐田，李宗旭趁着盐价高涨之时大赚了一笔。据我所查，这决堤的洪水绝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你是说，扬州决堤也与李宗旭有关？他李宗旭布施的粮的确救了一些人，但这救济百姓的羊毛本就出在羊身上，他李宗旭可比度量那好人要额头100倍。哎，好看。宋采莲呢？还我。小心点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少城又在见谁啊？叶心意。哦。少卿之前让你查新郡底细，他没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少城只是谨慎罢了，放心吧。我在想，少卿和叶心意之间是什么感情啊？你说是友情吧，的确有，但又不止。说不止吧，他们之间的相处呢，又跟我和采莲截然不同。所以你说他们之间到底算什么感情啊？你真想知道吗？哎，他们之间的情谊就像这样。一点大哥样都没有。你突然暗查李宗旭，是因为梅党想对付他，还是你背后另有人授意？他想要拿下邙沟河道旁的地，用来开布坊。另外，他还要逐走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的邙沟人。邙沟开布坊，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这也正是我想要查明的。另外，他操控圣都盐价，大理寺本就有责任盘查他。这苦味变淡了，颜色也逐渐开始变白了。要我说，法子虽简陋，不过，若将这方法传出去，它应该能减缓百姓误食毒盐的伤身之患。如今这大风，大鬼当道，小鬼难缠。从官到商，从权臣到蓄力，这些蛀虫垄断官商，对百姓敲骨吸髓。这样一来，患心疾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人要医，但不能只医人。这顽疾可不好医治。当朝尚书仆射是他琅琊郡王的叔父，圣上册封的昭阳公主是他的堂姐。所以对付他，还得你我2个疯子来做。只是希望，若有一日你站在那高寒之位，眼里还能有着万民疾苦。若是不走到路的尽头，没有人知道这尽头会是什么样的。今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李宗旭的事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线索：我在琅琊郡王府看到刻有鹰头的竹筒，竹筒里的信件是说丹文写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偷出来？我不能打草惊蛇啊。他府上有最肮脏的秘密，也许我们能趁机将他所犯的罪行一并揭开。
千万别再打仗了。是啊，好不容易才过上这太平日子。千里远道，一路辛苦，所需用度已为各位备好。今日请在此歇息，明日辰时入宫觐见。有劳了。纯阳王知晓公主今日入京，提早备了些薄礼献给公主，有双凤玉瓷碗、百花琉璃樽、玉竹酒桂帘等，请公主笑纳。纯阳王有心了。啊，听闻这纯阳王武良辰是个美男子，公主，公主。我在朔丹从未见过如此美的石榴花，听闻大风有献石榴寄情的说法。好吉，武将军住哪儿？我想这朵石榴花送给他。公主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不如焚香沐浴，早些休息，明晨上殿就能见到心上人了。嗯，也是。那我明天再送给他。胡将军肯屈尊约我来此共饮，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好啊，你不会忘记圣禧2年，你任汴州加怀仓仓司使，拒掉颜良以解金元之困的事吧？唉，吴将军有所不知啊，当时关内大旱，本就要调拨颜良救灾，拒掉是因为颜良不足。这不只是我加怀仓难呐。既然难，你又何以在调令前半个月，私调1000担盐，却未报户部？吴将军，你无权调阅各仓部书，私调部书是重罪。徐主事，自己来念吧。这可是武将军非要听的。好。圣禧2年腊月初3，着调盐350担赐威王李显，以奖其平叛之功，不入户。腊月26，着调盐500担交李宗旭转卖，所得银两入国库，不报户部。另有150担。吴将军，这后面的就不用念了吧？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皆是上意。我明白了，前朝时你们将这些烂账和公理绑在一起，这样一来，谁都查不了了。这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主事便敢想便敢做的。吴将军可否体恤小官的难处啊？当时不是我不想调，是加怀仓无盐可调。若说征用军需，比我汴州有盐的大有人在。当时李宗旭的手中存了多少官盐？下官不知。武将军若想知道，不妨亲自去问。郎主已经在等叶心怡了，请。将军，我们还进吗？不去了，走。
郎主，叶心怡到了。哦，郡王，叶心怡，自从你上次来过之后，我的确没有再见过那个妖物。我算过了，今夜是除掉此妖物的最佳时机。我需要在府上布阵。今夜？若错过了今夜，起码还要再等2个月。郡王也不想夜长梦多吧？好，那就按叶心怡说的办。李管家，待会儿我会在这里布阵，天亮之前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里，否则阵法便会失效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吩咐府中的下人。给你的信一直都没有回复，现在请我来，诚意有点迟了吧？你对圣都还是不够了解，这儿处处是眼线，自落入他人之手便是铁证，只有面对面交谈才是最稳妥的。那你是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将盐低于市价30%卖给我们喽？盐的事好说，就是驸马这个事，你大可开出条件。你是想让我们选李氏为驸马？恰恰相反，在圣上心里，我们李氏宗亲记挂前朝，犹如悬头之石。李氏成为驸马，若战事再起，你们能牵制于他吗？圣皇的心思，还得你们自己人来猜呀。我有一个好人选，武安康。若武安康成为驸马，你们不仅能带走一员大将，将来让他做人质，圣上还是要掂量掂量的。这件事你大可不必担心，我们的公主本就喜欢那位武将军。好啊，我与硕丹的朋友甚为投契啊。既然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圣都危机四伏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危机？我们是奔着和亲来，难道还有人敢在我们头上动土不正？现如今有很多官员都是凭着当年的战功得到的官职，那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足兄弟死在战场上，心存私怨呢，未必想化干戈为玉帛。你还是多留个心吧。郎主，找几个死士扮成芒沟人，再找个准头好的弓箭手，在宴请使臣的夜宴上择机送。
可要是使臣真有个好歹，那郎主和他们的生意也……只要这一箭能射出去，就能给芒沟人扣上一个刺杀使臣的大罪。能扯上芒沟，那必定是袁绍成指使的。可袁绍成……郎主，并无异常。走，去看一下叶新一。郎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今夜一直盯着叶心一直在做法，没有离开过。好好看守。是。我从鸿胪客馆打探到，硕丹使臣郝吉今夜要去琅琊郡王府。找几个死士扮成芒沟人，再找个准头好的弓箭手，在宴请使臣的夜宴上择机。硕丹使臣阿普纳郝吉向圣皇献至宝无尘珠，另备良马2000，牛羊5000，望迎大封驸马共结姻亲，修100年和平，再无战事。硕丹既有意结秦晋之好，我朝亦以盛礼相待。局着鸿胪寺有司3日后筹办迎使夜宴，结千秋之和。陛下，琅琊郡王李宗旭自请筹措此宴。他既为宗亲，其子钱肇亦在驸马人选之列，能有此心，也不失为好事。琅琊郡王欲为夜宴亲力亲为，必不会让朕失望。准奏。谢陛下。再奏圣皇，请允准武安康将军为驸马，前往硕丹和亲。武安康乃大封将军，常年镇守边陲，怎么可以做驸马呢？大封既然真心与硕丹修好，边陲又何须再留旧将镇守？使臣说笑了，将领镇守边陲乃兵策，无关姻亲。请问，如果结亲之后，硕丹驻守边境的将军能将人马退到邙山以北吗？不能吧。早闻大封人才济济，即便是兵策，难道没了一位将军，大封便无人可用了吗？使臣此言差矣。大封能文善武者多如林木，然嘉悦公主还未得见他们，使臣便钦点驸马。难道硕丹是要效仿不遵礼制的蛮夷吗？你圣皇，其实这是我的心愿，我求了阿塔许久，他才准我跟来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嘉悦公主真乃性情中人，不知你是何时与武将军相识的？14岁那年，我瞒着阿塔在草原上驯马，摔进了坑洞，怕得要命。直到
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大风的将军。我看到武将军在马上威风凛凛，就连天山之巅的雪也没有他耀眼。圣皇，我不想要别人，就想要他。既有如此缘分，嘉悦又重情义，朕岂能不成人之美？可礼制不可废。大封宗室好男儿众多，我记得纯阳王武良臣德才兼备，形貌俊美，嘉悦不妨一见。夜宴上就让各宗亲拟选驸马一并出席吧。康平王，你说呢？琅琊郡王尚且能替国为上，犬子理当如是。愿为陛下及大封尽绵薄之力。哎，少城，那个在圣都当官的硕丹人叫散骑常侍什么来着？散骑常侍史比纳。啊，对，按你说的，我因史比纳的赌疯输了一大笔钱，再替他还上，这给他感动的，跟我称兄道弟的。趁机我让他引荐你跟郝吉见面，他已经办成了。不过，这个郝吉我查了一下，他也上过战场。你跟他打交道？放心吧，他只是想要低价买盐，我就是要用他想要的，与他一起对付李宗旭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从战场回来，从来不跟硕丹人打交道，我担心的是……好了，这事已过去多年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哎。就是散骑常侍史比纳向我引荐的大风勇士。我看他在圣都待了几年，这眼睛都变瞎了。何出此言？你上过战场？好眼力。战场我也上过，上过战场杀过人的。身上的味道不一样。你手上沾过硕丹人的血，还靠这个做了官，对吗？中原有句话，叫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。在下已经将昨日的所有，全部都留在了战场上。今日我来，就是想交个朋友，聊笔生意。我不会和你做生意，我有我此行的使命，不想在你们的地方惹下任何事。我知道你，我话就直说了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，离开这间屋子，离开！快，蹲下！上场！
本想着去接近一下浩杰，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李宗旭的入口，可是此人戒备心很重，他对我有恨，我看到他也会想起战场上的厮杀，我很难忍住不对他动手。来，我帮你平复一下。没事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自从战场上回来，你就患上了心疾？相信我，我能缓解你的痛苦。你在琅琊郡王府都打探到了什么？2件事。让我来猜猜。李氏想让安康去做驸马，这样一来，武氏就少了一员大将，对吗？安康叫的倒是亲热，可那日在万国乡，他对你的态度并不友好。5年前，金元之战，我们曾一同作战杀敌，太久没见，他以为我变了而已。另一件事呢？李宗旭想在夜宴上刺杀使臣，嫁祸给你。好啊，利用破坏2族和睦的罪名，将我除掉，这样既能拿走芒沟的地契，又能再造武士。哎呀，你的麻烦那么大，我还愿意跟你合作，你真该感到庆幸。李兄，你这爱犬皮毛纯正又油亮，怕是名贵的很啊。这每日光是吃食，就得给它备上12盘菜，日日不重样，那可不是白吃的。像是他最爱吃的那个萧灵志，我都让下人变着法儿的给他做。那萧灵志可得取雀舌，和羊羔的心尖肉一同烹制。李兄，不愧是家世显赫呀！是呀，李兄，你这爱犬在五方训练已久，况且啊，我朝大宴一向重寿宴，这象戏马戏皆是一绝。若是李兄能在此次夜宴之上展示这犬戏的话，定能大放异彩呀！是啊。哎呀，但我这狗啊，连平日都令我头疼的很，让它安静它就叫唤，让它往西它就往东，更别谈配合什么犬戏了。哎，这林子里怎么有狗啊？走，上去看看。走。走。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自然是驯兽之人。驯兽之人，我看你即便有些驯兽的本领，怕是也抵不过五方的那些驯兽师吧？就是啊。你竟然敢！你们说的那五方，不过就是训些鹰犬走狗，而我从小住在山林，跟野兽同吃同住，就连蛇见了我，都会乖乖听话。这训些鹰犬走狗，这听着怎么像骂人呢？阿瑞，不如就先回吧。啊，咱们下次再聚。李兄告辞。哎，告辞。去吧。你可知我是谁啊？我哪知道你是谁啊？讲话别半句半句往外蹦。
我父亲乃是琅琊郡王，圣都的第一富商，你可别把我看成什么寻常的纨绔子弟啊！我跟他们才不一样。你们有钱人说话都这么绕吗？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呀？啊，嘿，行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呢，一直想着尽早帮着家父打理生意，可又不知该如何讨他老人家的欢心，正为此事伤脑筋呢。讨人欢心不容易吗？投其所好呀，送些什么名器、墨宝之类的，送画，有市无价的名画，收到的人脸上有面儿，自然就高兴了。哎，你算是说到正题上了。这马上就要迎史夜宴了，这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我看你有一些驯兽的本事，我决定了，给你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我呢，也是你选的驸马之一，你得助我用兽眼给使臣献上一幅名家所画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嘿嘿，你就这么上赶着当这个驸马呀？哎，其实驸马那个位置，我自然是瞧不上的啊。我只是想让我父亲能在众人面前挣足了面子，如此一来，必能得到他的认可。若是如此，鹰戏犬戏就太俗套了，何不给他更大的惊喜，来一出凤凰献瑞？凤凰献瑞，哪里来的凤凰们？白弦你听说过吗？白弦通体雪白，尾长似凤凰。到时候你把画放在锦盒里，我让白弦衔盒而上，向使臣进献降物。白弦，甚好啊，甚好。只不过，即便是我现在去给你找白弦来，怕是也来不及训它吧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从小就养了一只白弦。既然是惊喜，那就不能让旁人提前知晓。寿宴一事切记保密，连你父亲都不要说。我明白。哎，那个今日所见之事，敢透露出去一个字，我割了你们舌头。是。走吧，带你去我养白弦的地方，让你见识见识。行。弄到白弦，花了你不少心思吧？我再花心思，也训不了他，不是吗？